金玲，网名叫铃儿响叮当，湖南沅陵人，土家族。他把传播非遗文化当成自己的事。2016年第一次以手机直播方式报道非遗，每次直播的工作服装永远都是一套蓝色的土家族服饰。至今直播场次超过3000多场。哪怕家人不理解，都依然自掏腰包继续他最热爱的非遗直播事业。The next station is 猎镇，去往花城大道，广西中心。就这，来，就这里。这些东西我都不能碰，因为我是女的。它这个是传统龙舟，但是像中间那一条那个标准龙，我就可以上，没有问题。但这个两边这2条都是传统龙，女性是不可以碰的。这些年就是直播龙舟的话，我也长了很多知识了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这是他们留下来的一个习俗，我们要尊重当地的一些习俗，要不然的话会很多人骂你，有可能把你丢到水里。这是过去，就是说女性她认为就是不合适嘛，就不让女性碰。但现在时代进步了，也有很多村有了自己的凤艇，也满足了女同胞想玩龙船的这种一种想法和爱好。这现在和以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了。到现在这个里面就是在用抽水机把那个龙船屋里的水抽干，然后我们等一会儿呢就会到这个地方上船，有一个工作艇让我们上去。现在这2边的都是传统龙，我是不能够挨他们的，但是你们俩可以挨，但是我们尽量的做工作船，这样的方便拍摄。高真的龙舟你可以看一下，很有特色。他们的那个眼睛龙头你看到没有，是一个那个凸眼龙，然后眉毛是白色的，也有蓝色的眉毛，你可以去看一看。他们现在这2条龙是红螯，他们分很多颜色的螯，有青螯、红螯、水红螯，有蓝色的螯，还有黑色的螯，有5个颜色，一个颜色代表一个村。所以这几天来看他们训练，我也是长了很多的知识。基本上在龙舟，他们高真的这个龙船景是在6月12号。在这之前，基本上他们每天都要训练，都是大家有的是利用上完班以后再来这边，有的听说还要收房租，收完租再来这边，大家都非常的能够就是团结一致。就是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他们的目的就是为村里面争荣誉。因为在广东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如果爬龙船爬输了，你就要去跪祠堂；如果爬赢了，那我就请你进洗桑拿。那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输给谁都不能够输给隔壁村。是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他们那个龙船的训练，我相信让大家又会学到很多的知识。我现在装一下设备啊，我现在装一下设备啊。哟，慢点。要不要试一下，看我这个有多重？好重的，你看一下多重。5、6斤吧。5、6斤吧，才这么重，10来斤哦。没有。哎呀，给我收一下伞可以不？
我一只手搞不定了，我的梨子帮我放到这个袋子里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我们可以上去了啊。哇，提了这么多水果给我们吃的，我又自作多情了一把，是给队员们吃的，不是给我吃的。Hello， 怎么又来呢？不欢迎我呀？怎么又来了？你说他想住你来吧，干嘛嘛？对呀，高增几条船，几时一起交流一下呀？哦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到那里了啊。讲句实在话啊，因为像一个人在外面做直播，我没有团队，都是靠大家的帮助和支持。好整齐啊！他们训练是参加12号的活动。3、4、7、8、9、10、1、3、4，精神可嘉，对，冒雨训练啊，所以你们的主播为什么要来直播给你们，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向他们学习。现在那个风雨有点大啊，有点大，看不见。夜训，他们从5点钟、4点半钟，一直到7点半，3个小时，每天都是这样的。在比赛前，在6月12号之前，每天都这样。我们回来了，也要看轮船啊。明天再看吧，今天要休息了。我们跟大家说一声再见。仁和欢迎我，谢谢啊，感谢。我们有机会还会来的。如果你们需要主播上你们的船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的，给你们拍摄，我们不图任何的报酬啊什么的回报，只要你们，给我们提供工作船，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广东的文化的传承的力量，看到你们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，就这么一个要求，就是能够上船。如果有凤艇，让我上凤艇；没有凤艇，让我上工作艇，因为传统的我是不能上的。谢谢大家啊！今天播了2场，真的有点辛苦，真的。